在家给孩子们摆个甜品站，是怎样的体验？这不528中国宝宝日要到了，孩子们都说今年让我再给他们做一个甜品站，今天就满足他们。甜品的主题是百搭冰激凌，所以准备工作需要调几个面糊：可丽饼、鸡蛋仔、华夫饼、蛋卷。跟面糊做起来好像又不一样。首先可丽饼要用到鸡蛋180克，加糖给它打散。可丽饼糊分脆的和软的，我今天做女生们比较爱的软饼，口感比较像千层饼，就一堆材料全部搅和匀就好了。哦，过个筛，面糊会更细腻。还可以加可可粉做成可可味的，加抹茶粉做成抹茶味的。第二个面糊是鸡蛋仔，也是鸡蛋，这得多做点，爱吃的孩子多。加了泡打粉它才会外脆里软，它这面糊就比较稀一点。而华夫饼自然也少不了鸡蛋，关键是要用到了酵母。今天我做的是面团版，是需要冰箱冷藏发酵半小时的。而最后一个蛋卷糊更得要鸡蛋，它典型的特点是要加黑芝麻，再多多的搞点小料和酱，小9甜品站就可以开张啦。摊煎饼我可是练出来了，一整套动作下来好丝滑，这就是可丽饼啦。各个口味多煎出几张备用，娃娃们放学我能直接组装了。小9出品，料必须是海量的，卷起来好诱人呐！重点是中间还要放2个孩子们最爱的冰激凌球球，最后还要装饰一下，糊糊真好看啊！再来个巧克力口味的，刚好有个娃娃过来了，谢谢。吃的超满足呢，他们最爱的鸡蛋仔开整了，一定要马上翻面才能煎出2面球的鸡蛋仔，看多完美！鸡蛋仔搭冰激凌简直火了太多年，咱自己的甜品站可以把料放到足，这跟外面卖的是不是一样的？这时神兽回来了，哇，4球！今天你又吃美了吧？瞬间上人了，家人们，我得加快速度了。这时赶来一个小幼崽，这你可吃不了，等我去给你做个软和的啊。用戚风的方子煎个软软的鸽子饼。对了，我得给它加点这个飞鹤新非凡卓瑞呀，这么巧，我们小娟娟喝的也是这一款。英雄所见略同啊！王浩喜小时候喝的也是飞鹤，里面的5大脑动力乳磷脂助力孩子智慧成长。最近飞鹤528中国宝宝日正在寻找中国聪明宝宝，那你家也喝飞鹤的话，咱们一起参加呗，还有机会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呢。真的呀？那咱一起呗。哎呀，你看它好大口啊！他真吃了，看来你做的东西大人小孩都爱吃呀。走，我们去外面看看，还有好多好吃的呢。人越来越多了呢，小9师傅开始双手开工，格子饼蛋卷一起来，一点都没有忙中出错，这效率出去摆个摊是妥妥的。忙不过来，神兽们开始自己加小料了。后院甜品站太爽了，棉花糖冰激凌咱们也能做。附近的孩子们都吃得好开心啊！隔壁的宝宝也要投喂到，馋的人类幼崽啃冰激凌桶了。宝宝日怎么会有没羞没臊的大人来蹭吃呀？大家说明天还要来，明天吃什么呢？如何一毛不拔给闺蜜过生日？今天闺蜜过生日，给她订个蛋糕吧。这么贵，才6寸而已。要不做一个？做一个，正好前几天做的冰激凌粉还剩不少，这次派上大用场了。用4个口味做个4拼，一定超棒。先用5个蛋烤个7分胚，我自己做个12寸的也要不了几块钱。蛋糕胚只要1片，冰激凌粉每个口味用200克，加奶油加牛奶，混合匀了放冰箱冷藏1小时，再加点炼乳和巧克力酱，打个3、4分钟到粘稠的状态。倒一层冰箱冻硬，再倒下一层。哎呀，为了省时间，加一层威化，直接倒下一层吧。那草莓味上面就铺层饼干吧。继续下一层，最后一层用原味加奥利奥 C， 4层倒完，一个冰激凌蛋糕胚，冻一夜就做好了。最后装饰要快，因为冰激凌会化，巧克力酱淋个面就有高级感了。再把儿子的零食搜刮一些，随意这么丢上去。哎呦喂，感觉比买的还要华丽。这么一看，我好像省了1个亿。最后给蛋糕围个边儿，套个盒子，包扎一下，搞定，出发。这是什么花？这个垃圾桶有点懂事啊。那没人要的话，我拿走了。溜了。好了，到地方了，切蛋糕了。大家都以为我这蛋糕是买的，别说，这颜值还是很抗打的。4层口味冰激凌吃起来得有多爽？先给寿星尝第1块，被冰到了，真的好好吃。
好吃。一圈人都说好吃，尤其是这个人类幼崽，这是什么人间美味？快给我吃！最后我还是告诉他花是捡的。哈哈哈，他不信。喂，南翔吗？你那儿有没有古人白养的方子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古人有七白，七味名称中带白字的中草药，经过秘制来保养。后来宋代有时味方中也经过改良，用7种。哎呦，我这脸像老树皮吗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想招了。7种白色食物，他应该不会骗我吧？凑材料去。啊，花了我1个礼拜，需要的食材总算是凑齐了。7种白色食物应该都要先晾干，再磨成粉。第1白，现挖的茯苓，还带泥呢。哎呦，好硬啊！光这个皮就搞了我1个小时，哇，给它切成小块也是蛮费劲的呢。但要是能变成这么白，也就值了。总算切完了，拿出去晒干。第2白，新鲜的银耳，还长在木头上呢。第3白，新鲜的百合。第4白，新鲜大雪梨，切成片儿。这3种还是用烘干机吧，夏天晒湿的，有它招虫子。第5白，椰蓉和椰浆，这个就必须得用老椰子了。哇，好白啊！那处理椰子我就非常有经验啦。挖出椰肉加水，用破壁机打成浆。再用纱布挤出汁儿，用力挤干一点，把这个渣晾干就是椰蓉了。挤出的汁儿冷藏后，这上面浓浓的像奶油一样的就是椰浆啦。那第6白的莲子可是我去年在云南的荷塘采集的，2天时间，这6白应该差不多都干了吧？都干了，还差最后1种白，就用国产的杏仁了。7排凑齐，该磨粉啦。古人应该是用石磨吧？但是哎，这个怎么这么大颗粒呀？而且磨着还挺费劲的呢。这磨粉得磨到哪杯子去？哎呀，我说你也不嫌麻烦，给你这个，人家百年老店有现成的7白丸。老京磨坊的爆浆杏仁7白丸，哎，这个里面也是7种白色食材啊。哇，好多层啊，口感也不错呀，不愧是百年老店，配料表还挺干净的。那我就找着它复刻。还得是你，差点忘了，我有现代人工具啊，用机器不管它啥材料，也就30秒的事儿。通通瞬间就成面粉状啦，那就依次打就完事了呗。但老京磨坊的杏仁是整颗的，那我也不打了，椰浆也不用打了。7白食材终于凑齐了。哎呀，我们南翔制作流程了，不过我们可以用老京磨坊的方式，用纯天然的可可脂把7白粉混合在一起。所以我用可可果自制了白巧克力，先加麦芽糖和椰浆混合，再把7白粉混进去。量嘛，肯定要多次少量加啦，肯定不能是越多越好的。古方肯定是没得参考啦，多试几遍，总算达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口感的状态。热可溶，冷可固，它外面还有个脆壳，我也想试试，但没微化的设备没法搞啊。于是聪明的我想到了它，鸡蛋仔的大小刚好合适，而且鸡蛋仔的外壳也是脆的。哟，还别说，大小刚好，给这一个个的球剪开，再剪成2半，把里面软的抠出来，再用烘焙钢珠压重，就正好能把椭圆压成圆的了。再用空气炸锅低温烤个5分钟，哇，就好脆了。终于可以组装了，填上7白馅料，整颗杏仁，扣上另一半壳子，完美。为了口感更丰富，我也裹层巧克力，还是用我自制的白巧克力。最后啊，再裹一层椰蓉，就大功告成啦。那把所有的球球都穿上白衣，也就要不了几分钟啦。跟原版对比的话，好像没啥差别吧？切开的泡面也好像啊！哎呀，不得不说，我可真是个复刻的小能手啊！一样脆。哇，这感觉7白酱在嘴里爆开了，椰香味儿超级足，相似度有90%吧，哈哈，感觉又省了1个亿。哇，你又复刻了这么像，你这是找南翔要的房子啊？啊，南翔，你有没有送你长大的地方啊？